这次主要讲 SMPL 的环境搭建。通过上次视频对 SMPL 大概应该有一些了解了。然后 SMPL 常用的模型我这边再简单过一遍。SMPL 这个是身体模型 ，Model 是手部模型，SMPL-H 是身体加手部模型，Flame 是脸部模型，SMPL-S 是身体加手部脸部的模型。这次的话以 SMPL-S 的安装为主，这些都是常用的模型，大家可以先有个印象了。然后我再讲一下 SMPL 的大概的原理。基本研究 AI 模型的话，先看输入是什么，输出是什么。SMPL 输入是 beta shape 就是影响姿态的参数，加 theta 影响动作 pose 参数。最终输出是各种变化以后的 vertex 顶点的数据。看这个图的话，应该比较好了解。第一张图就是 SMPL 的默认的姿态，然后这边用颜色标注了身体每个部位受关节点变化的权重。第二个就是加了贝塔参数，贝塔参数，可以理解为就是影响人体的高矮胖瘦的一个参数。模板 T 加上贝塔加上这是关节点的变化。第三个就是多加了一个西塔，影响 pose 的影响动作的参数。第三个暂时还没有变黄。然后最终的话加一个 W 权重，然后最终通过这个 W 的 LBS 蒙皮算法得到这个效果，最终返回的就是变化以后的顶点数据。嗯，原理大概是这样的。如果想要有更深入的了解，可以访问一下他们的官网，那里面有一些介绍，也有一些论文，大家可以自行研究一下。我这边是以结合代码讲解为主，更深入的一些公式推导，大家这些自行去研究一下啊，这些不在课程的范围内。行，那我们直接开始环境搭建了。这个是 SMPLS 的 GitHub 地址。环境搭建基本跟官网跟官网没什么区别的。我这边环境搭建是，主要是以 Linux 的 U 光图为主啊。今天 AI 模型开发基本都是 U 光图用的比较多，我们也用 U 光图讲解。U 光图加 PyCharm 的远程 debug 模式开发模式，这个是我比较常用的开发模式。再来一下代码，我这个也是新的服务器啊，也是从零开始安装，到时候安装过程有问题，我们再直接解决。进入这个目录，用 Conda 安装一下 Python 3.8的虚拟环境。我这个用的是语音服务器，默认 Conda 跟英伟达的驱动是默认已经装好的。激活一下这个虚拟环境，然后安装一下 PyTorch 套件。这个安装比较慢啊，估计得十几分钟。安装比较慢的，我都会做快进处理。
Pytorch 已经安装完了，看一下啊，咱们继续装 XMPP需要的依赖包。依赖包下载完了，然后是咱们再上传一下模型。它这官网有介绍啊，模型最终下载完以后，大概的文件夹的格式跟这个一样就行。一般下载 SMPL 跟这两个模型就可以啊。SMPL 模型的话，得去他们的官网下载，因为这个涉及版权问题。这个链接啊，这个链接下载 SMPL 模型，点一下。下载的话得先注册一下，用邮箱注册就行，还是很快的。然后点一下这个 download 下载，下载这个就行了，下载这个1.1.0，这个我下载过了啊，下载完可以看一眼。下载完是这个文件，然后它的模型文件是在这个文件夹里面，这三个模型，这里面 M 是男性模型，这个是中性模型，F 是女性模型，然后再下载一下 SMPLX 的模型。SMPLX 模型的话，访问这个网站，这个也是需要注册登录的。这个下载这个就行了，点第一个链接。下载完以后是这个，需要上传3个 PKR 文件，这个是中性、女性、男性这3个文件啊。然后我这边的话，因为之前已经上传好了，我把这个模型文件放到项目下面。我把这个文件夹名称也改成跟官网一样吧。然后特别注意的是，这个 SNPL 的这个名称需要改一下，跟这个对一下。这3个 PKL 上传完以后，名称需要改一下，改成跟这个一样就行。这2个不用的话，暂时不上传也行啊。因为我这个是之前用过，所以放在本地里直接打包上传的。
女性、男性、中性，有这3个没有问题啊。这样模型也上传完了，那我这边继续搭建派上的远程链接环境。我在本地也把代码先下载一下啊，这样能快一点。打开一下本地的刚下载的项目啊，我们用那个服务器的那个宽带环境啊，然后配置一下远程链接，点 Settings，然后点一下这个 Project，添加一下远程的虚拟环境，点这个，点 SSH 链接。那服务器的话，我用的是云服务器啊，配置一下服务器地址，端口，用户名 root，OK，输一下密码。这个服务器也是用完就用不了的，这个密码泄露了也没什么事儿。SH 链接完成，然后选宽导的虚拟环境，选一下宽打服务器上的可执行文件啊，Any Context 按下面宽打 bin 点宽打，点一下 Load 加载一下环境列表。这边能看到刚才在服务器装的这个 SPIS 的宽打环境，选一下这个。然后第2个是这个是同步的目录需要改一下啊，这是本地的没有问题。服务器的目录同步文件夹指定一下。这个是服务器的那个项目文件，点 Create 创建，然后默认是自动上传文件到服务器啊，但不是自动下载。这样的远程链接配置完了，再看一下他们的官网，它这边默认执行 demo 文件就是这个代码，我们也执行一下 demo 这个文件，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demo 点 Python，先等一会儿，下面这个转完吧，要不然会出现奇怪的问题。配置一下执行参数啊，带参数运行。这个是模型文件的指定路径，
我们刚才是放在 Models 文件夹下面。嗯，我再选一下这个 demo，先直接执行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有问题我们再一步一步解决。提示模型没有找到，这个应该是经常出现的路径问题啊。我把那个根目录改一下，改成这个。没找到 Pylander，Pylander 这个是在渲染3D 软件经常用的软件啊。这个环境搭建比较复杂，这个我会单独出一个教程。我们先用 Matplotlib 来执行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默认是用的 Pylander，我先改一下啊。我们这次主要是看看能不能把代码执行完，别的问题我会在下一节继续讲。渲染模型改成这个，其实没有我们就直接装一下啊。它可能是一直绕的时候，后面把这个 or 加上，它才会把那个 Pylander 跟 MATLAB 自动安装。它需要的易拉包不多，这个没什么问题的。提示缺啥，我们再安装啥就行，不是问题。装完了，我们再执行一下。哎，这个已经显示了，就说明初步的环境我们都是基本搭建完成了。然后做3D 相关应用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一些视觉坐标轴的问题啊，这些是都需要每个软件都不一样。什么左手坐标系、右手坐标系，有的是 Y 轴向上，有的是 Z 轴向上。SMPL 是 Y 轴朝向，所以我们这个是我是有印象的，所以特别记录了一下。我们改成 Y 轴朝上啊。基本环境是执行都成功了，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它这边渲染的时候，加一行代码就可以了。再执行一下。好的，显示没有问题。这个基本环境搭建就结束了啊。然后刚才 Pylander 这个一般用 SL 模型的话，在很多 AI 应用里面都会涉及到，然后还是特别不太好安装的一个软件，所以我会单独出一下 Pylander 的教程。这节课就到这里了。